嗨，出戏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丁禹兮。嗨，出戏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邓恩熙。那两位其实这次是三搭嘛，三搭之后默契是不是更强了？感觉都不太需要太多磨合。一开始拍的时候，两个人的部分会比较多嘛。拍到后面的时候，有2天，因为我们各自有各自的部分嘛，然后突然间有一天见说，哇，好久不见，像在拍2个戏。在我们前面拍2个人部分的时候，表演方法和角色可能会陌生，但是对于彼此都还好一点。就可能有一些丁哥的小细节，我的余光能快速的哟，都被你发现了。分享一下，比如说有什么小细节呢？那很多，其实这个戏丁哥有给赵琳设计很多小动作，更多的我觉得大家到时候到戏里面去观看吧，让他去逐一讲解他自己到底都为这个角色设计了哪些。看来是有准备很多给他的惊喜呢，是吧？蛮不一样的，我只能说，蛮反差的啦。丁哥怎么笑得抬不起头了？好会有采访。有发现对方有什么不一样的习惯吗？这次合作下来，我觉得是大家彼此的节奏有些时候会放慢下来，可能这个的世界观和讨论的东西会更加多，所以我们会相对的放慢一点。包括像说台词的语速啊，还有每一场戏有一些眼神，还有节奏会更加慢一些。那如果有机会四搭的话，想合作什么关系？那贵平台有哪些 IP 呢？我要演他的顶头上司。哇，哎，我刚刚想到的是不是？哎，我想的也是这个。老板桌后面看报表，然后说怎么回事？这么虐我？很霸气的那种顶头上司，还是说会比较温和的顶头上司？甚至是卑微，拿了个报表说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想上班了，报表甩在桌上。很想看，对，就是可以整治职场的那种00后。就是。然后我们开始玩一个默契游戏，这个就是咬手指，但是呢，我要先说明一下，它有时候没那么灵敏，可能摁完它也没有咬下来，就是起到一个吓唬的作用。咬指甲嘛，我最在行了。对，就看一下今天你们会不会中奖。好，我们就开始问问题，是要一起回答是吗？轮流说就可以。这个也太难了吧！如果要做默契挑战的话，实际上不用说两个人回答了一样的。我发现大家每次玩这个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着。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降下来。对方最常说的口头禅是什么呢？九爷、九小姐。对对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救命啊 ！OK， 这我也老听到。可以展开说说这2个是从何而来的？救命啊，就是一个下意识的，比如说天气很热，我会说救命啊，或者说是突然淡了一下，我也会说救命啊。那恩熙呢？金哥在现场就是会比较认真嘛，然后咬指甲嘛，我最在行了。果然很认真的在玩，宠幸你了。我甚至刚刚还试探了一下，我说应该不是这颗，我看他能按得下去，是说自己的。我自己感觉说的最多明白。那在剧组这次发生的最出糗或者最好玩的事情是什么？刚才真的吗？是拍摄这么久以来，很荣幸我们今天记录下来了。是真的是意想不到的被吓到了。因为他这个角色和整体风格是比较的稳，所以很少会有这么强烈的波动。我刚刚的心脏也好久不这么跳喽，贡献了给了我们。这次剧中会有那种比较轻喜剧的部分吗？我觉得妹妹也被宠幸了一下，被这个差不多就是刚才的程度。你们本人更喜欢是 HE 还是 DE 呢？这个剧我喜欢 HE，我也是。这个剧最后结局其实就是 HE， 是吗？是。然后我们下一个就是你比划我猜，怎么突然笑了？我已经知道第一个怎么形容了。你在碧云安最后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喝泔水，然后吐。Yes，OK， 第一个字，第2个字，你现在是个广东人，你用广普说是。广普戏。Yes， 第3和第4个字就是形容你的呀。前期后期。每一刻，这么形容吧，山西盛产什么矿？煤矿。第3个字就是这个，然后第4个字是每一个人。兔戏美人，对，很直白的一个描述。我这个也是形容我们的，它是一类配偶的形容，年纪不大，但很恩爱，少年夫妻。Yes， 对了，少年夫妻。我这个是形容我们俩的一个。这个表情可以这么描述吗？那我帮你看看能不能这么描述。一个姻缘关系形容我们俩。姻缘志同道合，破镜重圆。那我帮你看看吧。假装我们还没有看到，假装来猜一下。我觉得其实可以是咱们这个呀，所以是什么呢？结婚后爱，假结婚也是结婚嘛。在剧中经历了2次结婚，是不是？算吧。这是一道英语题，它会应用在一些打电话的过程中，比如说接起电话，他会问谁呀？对，然后呢，第2个词呢，他想说我们有2个人。You have two. Yeah, two. 第3个和第4个就真的是英语了，搭档或者是配偶的说法，就2个字母 CP。Yeah， 所以连起来就是 We。
糊涂 CP。你们俩都好会玩谐音梗啊！好，然后我们下一个环节就是考验你们一个默契，就是你们两个闭着眼睛，然后对着对方这样子，然后在这上面画心，就在两边同时画，一个人画一半。我在短视频上看到过，但是他们在黑板上。对对， 3、黑板上。2、1，走。可以了，说明我们很默契啊。对啊，很默契，我们知道都同一聚上了一边。对，可以再试一个，看一下那个。哎，好聪明啊你！我们丁哥可太哇，真的来展示一下，太牛了！来，我们再展示一个，3、2、1。我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看漫画的习惯，在一些漫画人物说话的时候，他头上会出现这个东西。然后你们可以分别在上面签个，到时候送给你们的粉丝。你刚刚那个也太厉害了，不让任何一段掉在地上。你看，很棒啊！对啊，就是哎呀，加油！然后我给你们拍一下，拍立得。你说这个，那我就是这个，这个是不是那个？你比 C， 我比 2， 因为是 2C 没。磨合这个词，大家谈恋爱是绝对不陌生。两个人在一起总得磕磕碰碰，其实它有很多种说法。比如你想强调慢慢习惯对方，可用 get used to each other。如果是为了解决矛盾，那就是 work through the differences。要是名词的磨合期呢，就是 adjustment period。咱们直接看个日常场景里的例句 ：Couples need time to adjust to each other。在日常对话中，这绝对是最让人觉得舒服的表达方式。接下来这个词就更好玩了，宠幸。你想啊，古装剧里皇上给的恩宠那是相当正式的，对应英语的 favor。但大家想想，现在小情侣开玩笑说今天宠幸你一下，所以在这种轻松亲密的氛围里，最合适的词其实已经变成了 spoil， 也就是宠爱惯着，或者是 give someone special attention， 给予某人特别的关注。I'm going to spoil my wife today。如果你真用 favor， 那听着就像大老板在给员工发奖金一样高高在上。但你换成 spoil 试试，那种把老婆宠上天，带着点小骄傲又调皮的氛围感，是不是一下子就溢出屏幕了？情侣之间除了发糖，肯定也有分分合合。咱们中文里有个特别唯美、特有古典浪漫色彩的成语叫破镜重圆，正式一点的叫 reconcile， 重归于好，特别有画面感的叫 rekindle their relationship， 重新燃起爱火。但是划重点了，如果你是在说最自然、最接地气的日常情侣复合，最强推的反而是最简单的那一个，直接说 get back together。你脑补一下视频里配上这句字幕 They got back together after years apart， 分手多年后破镜重圆。在职场吐槽里，你绝对绕不开一个神仙词汇顶头上司。听我的，在日常口语里强烈推荐你用 direct boss， 或者再干脆点直接用 boss。 刚才顺嘴提了一记00后，那这00后到底怎么翻才对味儿？你如果要追求信息的一字不差，大可以说 people born in the 2000s， 这没毛病。但如果你指望这标题能被算法精准推送，或者想让国外年轻观众1秒钟 get 到你在聊年轻一代，那直接用 Gen Z， 也就是 Z 时代，绝对是更明智的选择。